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近年来，癌症的患者在逐年增多，有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有307万的新增癌症患者，严重威胁到国民的健康水平。孙燕院士，我想关友们应该有所耳闻，是有名的抗癌名人。他今年91岁，有着肿瘤科既定人一称。孙院士从30岁就开始研究癌症，以肝癌为主，至今已有60余年了。为人特别和蔼，对学生也非常有耐心。在一次访谈中，一个观众向孙院士提问：您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癌症，可否将您的心得分享给我们呢？日常怎么样才可以预防癌症呢？孙院士回答说，平时如果想要预防癌症，那么饮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食物我从来不吃，其实对于抗癌没有什么秘诀，只不过要管住嘴，不去吃那些伤害身体致癌的食物，从根本上阻止毒素的入侵，疾病自然也就少了。那哪些食物是孙院士坚决不吃的呢？今天大家就跟着小关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第一种，没变的食物。之前有新闻报道过，有一对母女双双患癌，至3个月后就离世了。女儿名叫李芬，平常非常喜欢喝花生粥，她母亲总是会买很多一些花生在家里放着。平常每天母女2个都会喝1碗花生粥。大概8月份左右，女儿总是感觉到肚子隐隐的疼，不过有时候只疼一会儿，所以也没当回事儿。大概过了10几天，女儿的情况还没好转，母亲也开始了肚子疼。这样的情况让母女俩感觉到非常不安，于是就去了医院。到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，医生诊断出来是肝癌，并且2个人均已经到了晚期。母女2个人痛哭，但是为时已晚。经医生询问发现，李芬母女平常买花生一次会买很多，有时候花生会出现发皱的现象，颜色会变黄，但是他们还是会吃，除非发霉了之后他们才会扔掉。说起霉变食物，相信很多人应该都非常熟悉，生活中是很常见的。一些水果、五谷杂粮储存不当，很容易就会发霉，而此时便会滋生出一些有害肝脏健康的真菌类物质，名为黄曲霉毒素。有研究证明，仅需要0.02毫克的黄曲霉素就能致命，而长期摄入会诱发肝细胞发生癌变，影响肝脏的健康。像花生发霉、发苦之后，大家肯定都不会吃的。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忽略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变皱、变黄的花生也不能吃。当花生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，花生多半已经变质。变皱、变黄的花生之中也会滋生大量的致癌物质。日常生活中，黄曲毒素是广泛存在的。平常除了发皱、发黄的花生，发霉的食物都不能吃。此毒素毒性非同小可，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，此物质比砒霜还要毒上几十倍。但是很多人觉得发霉的食物扔掉太浪费，于是便选择消去发霉的部分，剩下的继续食用，或是用高温水煮一下。这种方法其实也是错误的，因为高温无法破坏其毒性，而且看似完好的部位也会存在黄曲霉毒素。第二种，带有斑点的红薯。红薯如果长时间的存放，就经常会发现红薯上会出现黑褐色的斑点，这个时候多半是因为红薯受到了黑斑病菌的污染。经常吃的话，轻则伤肝，重则中毒或者致癌，危害健康。第三种，发芽的土豆。很多人买土豆的时候总是喜欢买很多，因为土豆不像其他蔬菜一样不能放很久。但是大家记住，不仅土豆霉变之后不能吃，发芽的土豆也是不能吃的。
有研究证明，土豆发芽之后会产生大量的龙葵素，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中毒，长期少量食用会造成肝脏等各种器官的水肿，影响身体的健康。第4种，腌制食物。很多人都喜欢吃腌制后的食物，尤其是腌制的腊肉、辣白菜、黄瓜等。这些食物虽说美味，但切记不可多吃，因为这些食物中含有许多致癌物质亚硝酸盐。众所周知，肝脏的工作是以分解毒素为主的，所以摄入体内的亚硝酸盐基本都是由肝脏进行分解代谢的。而经过一系列的代谢后，亚硝酸盐会变成亚硝酸胺。若肝内的亚硝酸胺过多，很容易导致肝组织纤维化或是肝细胞病变，诱发肝癌。但是并不是说一口也不可以吃，偶尔尝尝鲜还可以，不可天天吃。第5种，酒泡菌类。有的人家中的木耳、银耳、香菇等菌类基本都是以风干的形式储存的，在使用前需要泡发一会儿才可以食用。但很多人为了省事儿，会选择一次泡很多，放在冰箱中，吃的时候拿一点。这种方法是绝对错误的。因食用隔夜泡发的木耳中毒的例子，大多数人都听说过。酒泡的菌类其中会滋生一种名为米酵酸菌的毒素，此毒素虽毒性不及黄曲霉毒素，但常常摄入依然会增加肝脏癌变的几率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管住嘴？因为病从口入，癌症也不是一下子忽然之间就会得的，绝对跟我们日常的饮食是分不开的。如果没有管住嘴，让肝脏受损了，那身体上就会出现以下这些微小的变化，如面部发黄、黑头、粉刺增多，眼白发黄、眼睛干涩、面部油腻，小便发黄、腥臭，大便沾马桶，手掌掌心发红，指甲发黄，竖纹增多，情绪不稳定，总是想发脾气，身体上起红色的小点，口干口臭，牙龈出血等。严重一点的还会出现右腹部疼痛，而且常常乏力，食欲下降，还伴有腹泻、呕吐、消瘦，伤口愈合速度慢，容易感染，还有常常发烧，难以退烧等。以上症状都是肝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症状，如果占了2个以上，你就应该开始养肝了。所以平常要坚持做3件事，如果能坚持下来，癌细胞离你远远的。首先，作息要规律，早睡早起。晚上是肝脏的主要工作时间，大约从23点至2点之间。此时间段内，肝脏会进入高强度的排毒模式。若此时不能进入睡眠状态，肝脏则无法正常的排毒，毒素可能会堆积在肝脏内，不仅会增加肝脏的解毒负担，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肝脏病变的几率。若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肝脏，那么优质充足的睡眠时间是必不可少的。其次，要多喝水。平常想要更好地保护肝脏，喝水是必不可少的。及时补充水分，对于体内各个器官都有一定的好处，尤其是肝脏。平常喝水能够很好地促进肝脏中毒素的排出，增强肝部的功能。另外，平时可以喝水是可以加入一朵有机青赤菊，能够很好地补充硒元素、胆碱、氨基酸等营养素。临床证明，这些营养素能够更好地保护肝脏健康，防止肝脏中的有害物质的堆积，预防肝部的损伤。像有很多肝病患者都有血硒低的情况，养护肝脏就更需要补充硒元素。硒元素可以说是清理肝脏中毒素的主要功臣。类黄酮能够很好控制肝脏中脂肪占比，同时能够增强肝脏的功能，预防肝部疾病。肝不好的人，平常喝水的时候加入一朵，保护肝脏更有效。还有一种叫云台冰菊的，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云台冰菊的产地在河南焦作，这里是古代的怀庆府。此菊属怀菊亚种，其中具有多种养肝元素，
如生物碱类、菊带、氨基酸等被称之为百菊之王。菊带、生物碱类对体内有害肝脏的自由基起到很好的灭活能力，同时还具有修复受损肝细胞的能力，降低肝脏受损几率。氨基酸可以延缓肝脏的衰老速度，而且还可以提升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，被多数人称之为养护肝脏小能手。所以建议用开水冲泡，一杯3到5朵，周期饮用更好。最后，当然少不了运动。运动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经常运动能够更好地促进肝脏的排毒，养护肝脏的健康。平常建议大家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下来，不坚持是没效果的。综上所述，赶快跟着小关一起把家里的食物都清理一遍吧。如果关友们也知道一些需要丢掉的食物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哦。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